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红菜苔也叫紫菜苔，颜色是紫红色的，是湖北的一种特产食材。人们常说红菜苔这种菜炒出来味道发苦，不好吃，但这种菜又富含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抗坏血酸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其维生素比百菜之王白菜都多，所以又不肯放弃。其实这种菜掌握了科学的做法，不仅吃起来不发苦，还香嫩脆爽，清爽开胃。亲朋好友聚会，面对满桌的是大鱼大肉，桌上这样一盘红菜苔，保证是餐桌上最亮的仔，没一会就一扫而光。平淡无奇的清炒，在这美味的时刻也能发光发亮。喜欢的亲人们，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把新鲜的红菜苔，这是我刚刚在邻居家偷摘下来的。红菜苔非常的鲜嫩，红菜苔不仅可以清炒，而且可以炒腊肉、炒瘦肉都非常的好吃。偷摘回来的红菜苔不要直接清洗，大盆中加入多点的我家自来水，给它加点杀菌毛毛盐，然后下入爪子给它搅匀化开。再把红菜苔给它浸泡在水中，浸泡个5分钟左右。5分钟以后，我们将红色苔给它剥开来清洗，这样可以把里面的灰尘和泥土清洗干净。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个菜，在过去这种红菜苔都是进贡皇宫用的一种美食，有金殿玉菜的美誉。虽然味道很苦，但是营养却不少，有利于改善肠道，能活血化瘀等等。当然有很多人都吃不来这种蔬菜，都是因为它苦，而且口感还不脆。如果要湖北人听到，估计会说不会吃就别吃啊，浪费食材。稍微多给它清洗2遍，洗干净之后给它捞出来控水。我们将红菜苔放在菜板上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红菜苔，真的是非常的鲜嫩，随便一掐就掐断了。将头部老的部位给它切掉一点不要，然后再用刀给它拍一拍，这样炒的时候更加容易入味。再给它改刀切成长段。切好给它放入大碗中备用。红菜苔梗和嫩叶给它分开来放。准备几瓣防癌大蒜，趁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用刀将它们拍匀。准备1块野生的生姜，趁它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用刀背像我这样把生姜拍碎，然后把它们切成姜蒜末，尽量给它切细一点，这样更容易出姜蒜味。切好放入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干辣椒，用剪刀把它们剪成小段，适量加入干辣椒，可以让菜肴更富有活力和刺激性，增加味觉体验，赋予菜肴特殊的香气和风味。在炒蔬菜、素菜的时候，荤油炒出来更香更好吃。将锅烧热，准备1大勺猪油，然后给它炒化，有猪油的香味，红菜苔炒出来的颜色也好看。油热之后下入姜、蒜末、干辣椒，把它们煸炒出香味。这时我们一定要开小火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，万分感谢您了。煸炒出香味以后，下入红菜苔梗，给它开大火翻炒个60秒。把红菜苔梗给它炒熟炒透，红菜苔非常的清甜，做这道菜不需要过多的调料，就是吃它的本味。
60秒以后，再往里面加入最不可或缺的灵魂配角，1小勺毛毛盐，再把嫩叶给加进来，然后开大火继续给它翻炒。我们盐的话一定要多加一点，因为红菜苔的话比较吃盐，一定要入味，这样做出来才好吃。接着开大火，继续给它翻炒个47-49秒。炒红菜苔必须大火，如果家中火力不够，就要把锅烧好，菜苔水沥干，避免下入菜苔后瞬间锅内降温，激发不出菜苔的香味。把菜苔给它炒至入味，炒至变色，像这样给它炒出锅气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红蒜苔就制作完成了。我们将火关掉，出锅装盘即可开吃。像这样一道好吃的清炒红菜苔就做好了。炒红菜苔只能炒8分熟，8分熟经过菜的余温会达到9分熟，这样口感味道刚好。如果太熟，口感绵软不脆爽。这道菜因为调料也比较少，用的很简单，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上还是要多注意一些，比如爆香葱、姜、蒜一定要做到位，这样在中途放一些其他调味品，才能保证这道菜的美味，吃起来清脆又入味，爽口又下饭，而且绿色健康，少油少调料，而且制作也非常简单。喜欢的亲人们有时间一定要试试哦。扩展知识，红菜苔虽好，但是也不能够大量食用，可能会出现胃肠道不适、胡萝卜素血症等副作用。1、胃肠道不适，红菜苔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成分，其具有通肠润便的功效。一次食用过多的红菜苔，可能会对胃肠道造成一定的刺激，尤其是脾胃虚弱、消化功能差的人，可能会出现腹痛、腹泻等胃肠道不适症状。2、胡萝卜素血症，红菜苔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长期大量食用红菜苔会使体内的胡萝卜素增多，导致胡萝卜素血症，出现皮肤发黄、恶心呕吐、食欲减退、全身乏力等症状。皮肤发黄先从手掌和足部开始，之后会出现鼻唇沟、耳后、指关节皮肤发黄的现象，严重者会累及全身皮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